加州的野火燎原已经烧了进入第9天了，火还没有办法可以好好的灭下来，而且甚至还有新的火苗产生了，在哪里呢？史考特山火。因为强风、干燥天气的助长之下呢，河滨郡啊，这个14号下午又爆发了新的火灾。这个史考特山火的部分地区还发出了红旗警告，就是一直在蔓延，在不同的地方蔓延，因为有这个焚风的关系，11处火场都新增了，有上万名的消防队员要力守洛杉矶。目前说是8500人消防队员全力支援，燃烧的面积已经是96平方公里啊。断崖大火火场只控制了17。比前几天讲13好一点，火场面积是57平方公里的伊顿大火程度呢，控制到了35，但问题是不断有新的火场出现。我们看到一幕画面哦，是有主人以为他的爱犬已经在火场里面不知道去哪了，还活不活着不知道，就暌违5天看到了那个画面，那个主人一叫，哇，我们听声音的话，我当时看到声音，他的表情我都哭了，因为我可以明白那个心情，那以为他已经不在了，那本来有拜托去救，然后最后他出现在邻居的家里，发现的时候，他兴奋到你看手舞足蹈，一叫这个他的名字，他就守在这个已经变成废墟的地方，被邻居发现，哇，这个主人一直喊你还活着，你还活着，痛哭，哇，我们养宠物的，我也是看这段的时候我就泪崩了，真的，那这个是。宠物人类的生命呢，更是有更多人不知道现在怎么样，而现在有个粉红色芭比色在这个大地覆盖。城市好像上一个颜色，为什么？因为消防队员要用这种粉红色的化学物品哦，来把它阻燃，它叫阻燃剂。但结果研究发现，其中还含有重金属，还有对人类身体都有害的化学物质。所以在这里生活，就算房子没了，人活下，连消防队员去执勤的时候，都还有健康上的危害。记得吗？之前我们有房屋倒塌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有附近的几家饭店，就直接免费让大家去居住。可是在洛杉矶这里却是趁大火在涨房租吗？没有地方住了，所以洛杉矶这里很多人赶快去想办法找房子。结果呢，现在说，租赁业者啊，一天可以接到500通电话啦，火灾前发生前的10倍以上啦哈。那租金本来每个月大概台币115万啊，这个是豪宅区嘛，现在还涨价132万台币，那租金一直在提高。当然，如果说在豪宅有钱人可能没差这个钱，但的确在这个民情上真的蛮大的不同吗？还有加州洛杉矶的野火。大家总是有一些要求，包括州长的表现。那尤其在镜头前面，他有一段画面在访问，讲到这个房地产啊如何租金上涨的问题的时候，他还面带了这样很灿烂的笑容，那还摇头晃脑。我特别看了他整段访问，身体在摇晃的情况，就被很多支持者在网络上批评说，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子的表现，在面对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么重大的灾难？洛杉矶的野火伤亡惊人，现在人数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统计，现在讲的有16，有讲24的。那川普总统即将上任，他只是讲这个简直是比核武攻击还要严重，而且到时候等火整个都结束了退下来的时候，只会发现大量的遗体。他讲的很恐怖，大部分人其实逃走了，到底有多少人来不及逃，甚至只能靠嗅觉去嗅探犬去寻找了哈。他讲的好严重，但现在只是骂批评政治人物之外，这个马斯克立刻出动了，边骂边提供特斯拉电动卡车车队给当地消防队使用，车上配备的有 SpaceX 的卫星设备，还有在私人的应变中心听取简报，然后装有这个星链网络的电动卡车，这些其实一个重要的重点是，当地很多地方都断电了，没有电力好吗？所以这个车可以让电子产品、电器可以充电，还有可稀释的电池。那为什么会没有电？那也是引起了当地为什么消防栓没有水的关键原因。后来拜登解释，公用事业公司关闭电源是因为怕这些电线啊、电线杆啊输送电力。万一被吹倒的话，会引发更严重的火灾，所以才切断。问题是，这电力一切断的话，这个棒浦不能打，消防栓就缺水了。大家问的是说，没有什么柴油马达吗？我们可以想象，一般在台湾可能发生的灾情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在很多的分析认为，这是不是所谓的外强中干的基建？美国暴露出来的画面，商富国穷。商人都很有钱，就像马斯克大家都赚翻了，资本主义走到极致，商人都很有钱，但国家却如此的贫穷吗？尤其基础建设居然没有消防演习，在现在这个救灾情况之下，这么的左支右绌。苑老师，
这里头啊，我必须要强调啊，美国从1月7号加州啊发生这场大山火，快搞成这个变成大火山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思啊。我觉得一开始啊，有3个地方我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因为同一天呢，在大陆西藏地区的那个日喀则的定日县也发生了地震啊，现在死亡人数的话就是230几人啊，也是非常惨的。这地震跟火灾不一样啊，地震的话前15分钟就决定会不会死啊，因为他很多人是被压死，剩下的话呢就是72小时的紧急把人救出来啊。所以你本身的话呢，就是说大陆这边的话呢，大家心里就是有目共睹啊，就是有负案、有准备啊，然后呢让大家呢，到目前为止的话，大陆的这么多人的话，没有人在批评西藏发生了这个地震的事情，因为整个救灾都到达没话讲的地步。在加州这边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情况，最有钱的国家。最有钱的州、最有钱的城市、最有钱城市中的最有钱的区域就是这个帕利萨德斯大家都知道他离好莱坞很近啊，所有的大明星啊，说前几天都看到这个安吉丽娜·裘丽带着他的那个杨子跑出来买水的窝囊狼狈一样我跟你讲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实讲起来美国真的拿这种公共灾害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记得2022年的时候，在重庆一样有山火。那个时候的话呢，你一定要救火的时候呢，因为救急莫如救火快那个救火的时候呢，本身一定要把火势压住，然后呢，这个要压住的一定要是群策群力，大家一起努力，对不对？就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社群意识，就大家觉得人力己力人机己机就觉得我是这个社群的一份子，我本身来讲，我如果不努力，我家就迟早被烧掉。美国刚好相反，在最有钱的区域当中，最支持他们有钱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话呢，2点，一个是个人主义一切都以我为主；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有钱人以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美国有钱的人都跟台湾亲戚朋友断绝来往生怕你删了他。美国人全世界都一样，他都没有朋友的。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烧，原来的话我还看到8号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喝茶，看到老远山火9号的时候就狼狈的不堪，家已经被花园被烧掉。我跟你讲圣塔莫妮卡就在旁边我的亲戚就有2户他们自己这个整个管理措施非常混乱的。现在大家都在讲管理措施非常乱的，我都不讲了。我讲3点非常非常荒唐的。第一个就是没水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第二个的话呢，他们住在旁边这个圣塔莫妮卡的乌龙电话接到2次叫他撤离，然后说打错了，这样子来了2次。然后第3点的话呢，最近大家都在讲，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荧幕那个飞机喷出那个粉红色的那个炮，那个不晓得什么东西阻燃剂我不晓得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已经证实了它对身体有害。而且呢，整个那个洛杉矶地区洛杉矶地区非常大光现在烧火的地方就已经比旧金山还大了，洛杉矶奇大无比而且的话呢，在这种过程当中的话呢，里面到处都是，不管有没有火的，都有这种粉红色的尘埃那这个的话呢，就产生这个感觉所以大家就提出来3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美国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美国连这个基本的现象那什么基本上美国现在还嘴硬拜登讲说，哎呀，我们要花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你算一下，我下了几百亿美元要重建钱从哪里来？拜登马上就要下台了，今天才几号？拜登干不是5、6天以后就把这个大坑全部丢给这个川普了。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说大家只会用政治在那边灭火，骂来骂去，纽森骂拜登骂来骂去，然后呢，这里面都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根本无济于事然后呢，另外的话呢，我觉得马斯克稍微好一点，但是嘴巴也讲的话够多了又讲到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有凸显了一个现象，都不忍心讲。美国现在还好意思说中国不行了，说中国都没有人直接说美国不行，因为中国人太爱美国了，你知道吗？我们特别爱洛杉矶我也爱过，现在发觉大梦初醒川普是说这个礼拜会到当地去，现在还没看到了彬哥怎么看这个整个不可思议的状况还在延烧？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这个一个是早就知道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每年都发生。那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根本就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没有防灾意识？对，就是这个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10几年来年年都发生的事情，然后整个加州还有美国全国对这件事情好像都是事情发生了，在想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一开始就只有加州自己在弄，后来开始慢慢有其他州开始动员进来，可是整个动员牛步化到一个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且他们去还大部分只救富人区，贫穷区都先不管了，就只帮富人去挡。
这个一定会造成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差别意识啊。那至于说阻燃剂这个东西，阻燃剂我们本来他们也知道里头有很多化学成分，未来会对土地是有害，可是没有办法不丢了，不然怎么办？你不丢就没了。像他们之前也有人在讲啊，为什么不引海水来这个喷洒？因为你没水嘛，你就引海水，加州就在海水旁边啊，你这把海水喷下去会怎样？整个盐化掉哦，那块地以后还要不要种植，还要不要住人？所以这些都是很麻烦。但是现在他们也急如星火了，他们现在海水也洒，因为没有办法，就真的是没水啊。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水库可以维修，可以去做其他的东西，但是你明明知道每年这个时节就会有野火，你都不先准备了吗？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然后更好笑的就是，现在告诉我说，因为电力公司怕这个通电的话，如果电缆被烧掉或干嘛，会引起更大的破坏，干嘛？我想问一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台湾的消防系统的用电用水其实是跟一般家用的用电用水分开的，本来就应该要分开，不是吗？对啊，这不是基本概念吗？那美国居然没有做这件事，这大家不会觉得很诡异？对啊，对啊，你怎么会这样？原来你们全部都并联在一起，那难怪嘛，难怪会所以而且你也应该想到会出现这种事啊，那你们都没有。过去已经发生过这么多次状况，然后都没有人想要去改变嘛。我必须讲，美国确实是一个强国，但是我必须很遗憾的告诉大家，那是上个世纪的事。美国的基础建设在全美国的范围内，大概70%-80%的地方，那都是50-60年前建的东西，甚至70-80年前建的东西，甚至还有破100年都没怎么改。所以，当你整个基础建设都是如此老旧，更新的速度极度缓慢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这种问题嘛。美国是世界第一的科技大国，就面对天灾，居然用的还是30-40年前的老办法。我们先光看刚岳老师提到了西藏赈灾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现在最新发展科技全部都用上去了，对，不就是这样子吗？那美国你发明了这么多科技，不拿来救灾，你到底想干嘛？你只会杀人用吗？所以证明他没有防灾演习，没有演练，设备是旧的，消防栓这些基本的设施是不存在的。美国人谁跟你演练消防？这个飞机喷的这个化学物质其实对以后来讲一定会很严重，因为美军在越战的时候，在越南上空喷了很多叫沉剂，那是叫落叶剂，因为越共会躲在树林里面嘛，他们就让那个树叶落下来，就后来现在造成越南很多的畸形儿。这个就是因为那时候这个身体基因的改变或干什么，造成后续等于祸害了2-3代以上。那现在来讲，这个东西喷下来，会不会对这个洛杉矶那边的居民，或造成很大的一个生理性的影响？因为核生化的东西其实对人体的危害，那绝对不是一时的，可能是2-3辈子以后的事情。那我们看美国这次的火灾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去看。第一个就是它有没有预防。我们讲说，对一个天灾来讲，第一个是预防嘛，第二个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减灾嘛，让这个灾情尽量能够减少。然后最后，如果灾情真的爆发以后，我们要做的是救灾。那我们如果就这3点来看的话，那你有没有预防？你说，火灾我没办法预防。那连保险业者都知道，保险业者他已经不保了，你知道这些房子他已经不保了，就是说他知道说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圣安娜焚风，对不对这个风速到达100多公里，然后甚至于说是每年都会发生这火灾，所以保险公司都不保，连保险公司都知道说这一定会有火灾，都不敢接这种保险。那你美国政府你居然没有任何的预防措施？其实有很多可以预防的措施嘛，譬如说你用无人机去巡查什么地方有火，我用在第一时间将它灭掉，这就是减灾嘛。当火一发生之后，我用最快时间将它灭掉。还有也没有防火建材，从这次烧过程看出来。对啊，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所有救灾的过程里面，应该要有一个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就像我们打仗一样。第一个有一个指挥中心，第二个要有情报，要有管制，这个后勤资源，整个是一系列的，跟作战一样。指挥中心干什么？你看这个，包括我们台湾自己救灾，前进指挥所一定会有的。前进指挥所，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开前进指挥所，包括这次的西藏救灾，解放军也是第一架运20过去，是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过去以后，你立刻架通所有通讯的联络的线路，架通之后，你才可以收集到每个地方的灾情到底发生什么状况。有些地方严重，有些地方不严重，有些地方要立即要救，有些东西可以缓一点。然后再来，你要知道说我有多少资源，对不对？我有多少人力、兵力，我的救灾物资可以用，将
最需要的、最能够用的物资用在最需要的救灾地方。我想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再来就是减灾，减灾来讲的话，就是怎么样让灾民的这个灾害能够减低到最低。当然，我们这次有看到很多的善心人士也捐出他的衣物来协助他们，但是怎么会离谱到说是房租在涨价，这叫标准的趁火打劫，对不对？趁着火灾，还有歹徒冲到豪宅偷东西、抢东那西，太多了。然后歹徒冲进去拿东西，然后就算是没有歹徒冲进去，他们现在来房租涨到这种价位，不就是也是另类的趁火打劫吗？那政府你做些什么工作？你看我们来讲的话，最起码你说对这些灾民来讲，你搭一些美国来讲应该有这种能力搭一些简易屋啦或组合屋啦让这些灾民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一些安顿。其实我有朋友在那个地方。他们现在也真的是在租房子，然后他很这个感慨讲说，就是有命留下来就好了。他们真的是在租房子。我觉得以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居然对这些灾民连紧急的救护地方都没有。反观我们台湾再怎么样，对不对？921地震的时候，有很多地方都提供的，政府也提供很多急救的这种救难屋，到现在都还有。那美国居然连这个东西都没有，让他们去花这些钱租房子，那真的是雪上加霜啊！好，接下来看看经济的层面了抖音1月20号，川普要上任，虽然他提出异议啊，看可不可以延后来执行。1月19号，抖音在所有的禁令里头即将被禁，但因为来不及但民间先做，怎么做？就是抖音，大家要续命没办法的时候，现在传出来想要卖给马斯克啊股份啊，现在正在考虑，还在商谈。不过抖音方面官方是说没有办法针对纯属虚构的内容加以评论啊。不会又是由马斯克自己说的吗？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民间自有办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小红书现在爆红，在美国的应用商店里几乎下载率成为都是第1名，直接告诉大家说美国民众不在乎啦。中国城市什么会影响国安啊？他们就是想要用相关的这个网络设备的平台，所以小红书立刻成为首选。还有大批用户转去小红书，说要学讲中文啊。那抖音难民们很多的人发文说欢迎到这里来。那关于抖音难民 TikTok refugees 的笔记数量直接增加了2000多条，那总阅览量也有39万，甚至还有4000多万的这样的各种数字，总之一直在往上冲。所以拜登离任前，除了关于要禁的这个社群软体之外，也对于华为再打出了最后一波AI 的出口限制，它把它分成3大类的国家了。最严格的那个部分，对于 AI 的任何这个设计或产品制成，全部加以监管跟限制。这个行动呢，当然对 AI 相关的类股产生重大的冲击。连 NVIDIA 很罕见还发新闻稿去痛批拜登这样的政策是很不当的，甚至也会影响整个美国科技界的发展的。是也喊给川普听的吧？不然还发 NVIDIA 发新闻稿斥责。拜登大陆外交部也发文说 AI 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不能让美方为了霸权搞3、9等然后中方会采取坚定的措施维护合法权益。不论本说这个黄仁勋本周到中国大陆去深圳嘛，也看到说明天可能就回到台湾来，他到处去参加公司的尾牙。自由时报就特别敏感，会写说他这样的行程时间点很敏感呐。那尤其是在大家抗中的情况之下，他去到底要表示什么呢？美国的 AI 晶片管制，川普可能会不是拜归川随吗？有可能变成救世主吗？因为呢，过去曾经有过川普反对拜登的行政命令加以撤销或调查，这次。我相信 NVIDIA 他们会特别发这样的新闻稿，也是期待这样的发展。美国越打压是会越蓬勃吗？例如说电动汽车的部分，全面几乎要禁到美国市场了。那硬体的限制到2029年都还有实施各种的限制。即将下台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说：“我们一定要现在就来做，不能等到路上有200万中国制汽车之后，才发现我们面临威胁。尤其自驾车的部分，它更是给了很多的限制，连测试都不行。所以中国电动车2024年的销售量是大幅的增加，更多是来自于内卷之外，外国的汽车厂商呢，包括了各类的电动汽车，国内销售增长40%，外国的进口车在内的电动车呢，销售量正在大幅的下降。川普用关税要来制衡全球对美国的这个利害关系呢，他宣布要成立一个对外税务局。
出逃在追啦，很多的不同的新的花样。它这个做法是什么呢？这个部门专门负责要收取来自外国的所有关税。税费还有收入，他喊话说要开始对于那些透过贸易从我们身上赚钱的家伙，他形容家伙，其他国家来收费，所以卖到你国家的就算是家伙来赚钱，那请问你卖到其他国家呢？这个自由市场贸易完全是被关税壁垒或自我保护的政策给打破了哦。川普团队准备说调升关税要用渐进式，不会一下子大幅调整，来让这个市场可以接受。真的吗？那个逐月2到5%的百分比可以增加美国谈判筹码，也为了避免通膨。那接下来的措施就看川普了。显然民众的做法是先囤货再说，包括了其他不管欧洲啦、中国大陆的产品啊，先囤起来，免得加征关税，对于通膨市场来讲，将会是非常重大的打击。岳老师，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 TikTok 啊、抖音啊、小红书啊，在美国非常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说是用起来非常丝滑，科技非常进步。我这里面呢，要想强调的，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就是大陆这种科技是普遍成长的。不是，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奇怪，你进一个 TikTok 用处真的不大，为什么？你看现在小红书出来了，其实大陆这种的话呢，我跟你讲啊，抖音啊、快手啊，什么一大堆啊，他们有海外市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供需关系决定的。没错，你要用，人家就用嘛。你那个 Meta 也有啊，对不对？你现在是什么各式各样的，但你做的没有它好，你就要认输嘛。科技的进步，以前呢、我们从19世纪开始啊，我们一直认为自己科技不行啊，落后就得挨打，大家是啊，这个记忆犹新啊，就这种情况。我要说就这种情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呢，美国在科技不行的情况下，跟中国硬刚，这个产生的一个结果啊，就会以后你会发觉，因为刚刚我们厉将军讲的非常好，在美国的朋友啊没地方住了，下一步就是要回来找住的啦。啊，你能想象在去美国人回来这种情况没有？你当初到美国不理我，我现在也不理你。就这种情况，你现在美国要制裁我，现在也不理你。大陆这次从2024年的年底展露了一大堆的高科技，什么6代机啊、空警机啊什么的，你难道不知道大陆平常做事很低调吗？不到跟你决裂的时候，不会拿出真本领来给你看吗？现在已经产生了一种非常具体的要求，就是所有的新科技对美国感觉到有威胁的，全部拿出来让你看，大家好好比一比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现在美国本身来讲，你不自己的悔过，你不自己的反省，你现在还一直拿昨天的优势来想要到明天得到一个成果啊！我觉得最荒唐的就是关税啊。川普讲的关税，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川普的关税如果有用的话，所有全世界的经济系都应该关门了。真的。啊，为什么？你看浅秋马上说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了解，自由贸易是使得供需关系能够达到均衡的唯一的途径，最基本的基础。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概念。如果说是关税，什么叫关税？关税就是关上门啊，比如说这个巴西的这个亚马逊的这个流域啊，关上门不跟人家来往啊，关税就完全靠自己，不管好坏都靠自己。你等到关税搞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再门一打开，发现不得了。美国人原来就比较土，你知道吗？我在欧洲住的时候，欧洲人始终认为美国土，我那时候还替美国人辩解，美国人土是土，但是很有钱啊，他也没话讲。那现在的话，你土真的土到底了，你知道吗？你现在的话呢，大陆本身做好了准备，强调以高科技。今天大陆在玩的一场戏，就是要避免中产阶级的陷阱啊，这个经济上要突破，要能够进一步的发展。那这个做法上来讲的话呢，产生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力，就是靠高科技。高科技里面项目非常多，不是只有军事科技而已，里面说了新能源车啦，里面包含各式各样太阳光伏电板什么的。只要我必须要强调最后一句话，所有这些科技的理念都是从欧洲、美洲他们先发展出来的，然后大陆跟着做，做完以后现在竞争不过了，又要耍赖了啊，不可能耍赖的。所以美中现在正在走相反的道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抖音在美国要进，小红书直接逆袭，趁着这一波啊，就大量的订户就增加了，在美国。这是真的。我今天早上在 PTT 看到一堆网友在哀嚎，所以以前他们觉得小红书会讲一些比较就是探讨啊、理论啊一些东西，然后 TikTok 比较是一些好玩有趣的这些东西。
就现在小红书几乎全部被 TikTok 的那些人占领了，对，都在讲一些些那种过去跟 TikTok 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难民潮。但是好玩在哪里？就是美国人不觉得很奇怪吗？小红书不是也是中国大陆的吗？那差别在什么地方？我真的觉得这个脑袋真的有点奇怪。美国这种思维很怪，我觉得通常只有开始落后给别人的时候，你才会想到要用关税啊，或是用各种方式去围堵，不让人家进来。通常一个强势的国家是想着你如何打开门户让我进去，通常是这样，我不怕跟你竞争。可是美国现在已经转变成他很害怕，他要把门户关起来，我不让你进来，已经转变成这样的一个态势。其实美国有很多高科技，有很多先进的软体啊，你们怎么没想到发明一个比小红书或是 TikTok 更厉害的东西，把中国大陆打败不就结了吗？ Meta 还宣布大幅裁员呢。对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人他们这样做，其实到最后会导致美国人的竞争跟创造力丧失，这个反而对他们是一个更危险的一个局面。那年轻人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他的，我讲实在话，除非有种你美国把全网封锁，不然的话你怎么现在要翻墙要跑到网络上去找多容易？大陆也一堆人在翻墙出来看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美国人如果是从这个方向去想事情，我觉得只会造成美国自己越来越落后。那至于 AI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目前世界估计，美国大概在 AI 方面领先中国大陆大概6个月到18个月。那当然，某一些区域领先更多，某一些区域领先比较少一点。那美国一直很担心中国大陆在 AI 这个东西追上来，可是你怎么会用去禁止 AI 晶片出口到中国这一招？我觉得很好笑，因为 AI 你要知道为什么黄仁勋他们要跳脚？这个照理来说，第一个不该是你拜登决定的事情，你已经要下台嘞，你是看守政府，你怎么可以做这个决定？你应该要把这个重大决定留给川普去做。那第二个，黄仁勋为什么敢发？那拜登要下台啦。对，因为你要下台了，要骂给川普看啊。对，表示我是你这边的，我的想法跟你一样。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至少在短期内，马斯克都是川普的左右手。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马斯克会引导川普至少在 AI 或是其他网络数位这一块，是走向一个相对没那么封闭跟相对开放的。所以我觉得中美至少在 TikTok 啊或是 AI 这一块，我认为未来不会变成壁垒分明的一个状况，应该还是有回旋的空间。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拜登卸任前的临去秋波真的是一波接一波，没有要轻松下来的意思。针对 AI 在开刀，他分了3个层次的国家出口管制。我觉得拜登跟川普两个，如果他们执政来讲的话，其实各有3个字可以形容。拜登就是进，川普就是睡，对不对？拜登来讲的话，好的东西，别的国家有好的东西，我禁止你卖到我国家来；那我国家好的东西，我禁止你卖到别的地方去。其实你知道，这个禁止这个 AI 分为3级进口来讲的话，那当然第1级的是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它就没有管制嘛。第2级以下，它大概还有120多个国家呀。第2级来讲，它大概就是按照你的算力来给；第3级是绝对严格管制。其实我们要知道，如果说是对这个来讲的话，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搞不好是一个送礼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如果说是中国来讲，它可以发展，它利用这机会，我去发展出来我自己的 AI 算力的一个晶片来讲的话，那你不准你卖给其他这些，包括你2级或3级国家，刚好我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我如果生产出来，我设计出来，我就可以卖。晶片来讲，其实有2个技术，一个就是设计，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制造。制造大概像我们台积电是属于制造的，那像 NVIDIA 辉达它是设计。那设计来讲，你很难讲，对不对？虽然说是大陆来讲，它现在可能它的制造业可能只能做到28奈米，或者进到14奈米，但是你敢预料它不能做出有算力的晶片吗？如果它设计的比较好，一样可以达到 AI 的一个 GPT 的一个效果。所以关键在说，如果说是我做出来，我卖出去以后，那我就很有广大市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会来跟我买。那刚开始或许效能没有你美国的 NVIDIA 这么好，可是好歹对不对，总是有可以用的地方。那后续来讲，我觉得就比较严重了。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
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韩剧啊，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早上的发展，真的是一波又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完结篇。这个公调处要去逮捕总统这件事情，经过了第2次到现场去，终于以叛乱罪被捕了。那大家很多人开始 hashtag 谁呢？当然是我们赖清德总统喽。那先前民党的党团小编发文支持戒严的，那现在呢，如果有赖总统继续要发起大罢免，还有亲中势力要各种的类似类逮捕行为嘛？的话，那南韩史上这位首位被逮捕的现任总统的处境跟下场也可以作为参考，要不要也回应一下？而尹锡悦被捕之后，他泼了一封亲笔信写出来的信，9000字啊，喊冤呐！他说戒严不是犯罪，戒严是总统为克服国家危机行使的权利。他当时就说他在立法院啊被在野党围剿，几乎施政无力，所以才会做出这件事情啊等等。那赖总统应该心有戚戚焉吗？但尹锡悦被捕之后，本来啊他是说自己想要自己走出来，甚至还要发表一段谈话的，结果公调处不准，不给他这样做，直接要进去把他逮捕，所以他发布自己的影片说国家法律瓦解了啊，是非法的搜查啊。那为了防止不光彩的流血事件，才决定亲自应讯。如果是真的怕人家流血会冲突的话，其实前几次就应该要做这个决定了。但是到不得不，早就不是为了别人，怕别人流血咯。那全程在调查期间都说不发言，还准备要送的是首尔拘留所。那尹锡悦为了想保颜面，想要主动的出官邸，被驳回之后，现在呢各种的记者会上公开表示都说协调争取执行拘留，暂时不考虑由尹锡悦主动到案啊。因为一早曾经看到这个推播新闻是说还有肢体冲突，因为呢第1道防线、第2道防线、第3道防线，这个分别是有阻挡，从7点34分开始，因为5点多就开始行动了嘛。7点34分，那38分，最后在57分到了第3道防线。那么2度尝试逮捕，还用梯子啊、垂降啊进到官邸的内部。那14号本来还有一个宪法法庭呢，应该是预计他当时他还答应过要出席，结果后来又反悔说不去。那现在直接因为已经逮捕了嘛，宪法法庭的延后，因为2线并行，一方面是有检方的调查，那一方面是宪法法庭，那这个部分就延后到16号才举行。结果尹锡悦被捕了，很多支持者还在门外哦。据媒体的报道，大概有8000多人当场就在官邸外面哭了。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这些支持者其实很冷冒着寒风，他们在那边一直好几天了，要守着尹锡悦。那当时我们不是看很多吗？他还举美国的旗子跟韩国的旗子。那发现总统被带走的时候，他们就哭了，很伤心，因为一度还有传出来肢体冲突哦。但所幸这个事件至少平安落幕，也没有人员在因此受伤。那其中韩国人看尹锡悦被捕的反应哦，有一个说法一片错愕啊，可是反而有另外网络上有一群朋友是说啊，终于热烈欢呼，可以好好过春节了吗？虽然韩国人过的不是真的像我们过年农历年，但他们有假期啊。所以南韩的在野党还在提醒一件事情，我也是第一个时间想的是这件事情。第一夫人呢？到哪去了？金建熙呢？上次我们开玩笑讲，他会不会上了布林肯的飞机走掉了呢？不知道。金建熙呢会不会逃跑？在野党他们也认为应该要禁止他逃亡，避免他出境啊，所以要他接受调查。法务部应该马上来做，现在下落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但的确整个过程来讲，对于南韩的冲击，经济上这个层面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整个政局影响的经济成长率预估都往下掉。同时呢，南韩代理总统也宣布，为了弥平大家社会的伤痕啊，还有景气啦，大家能够多消费啊，因为大家担心嘛，连旅客都不敢去了嘛，所以就特别把1月27号增加为临时的国定假日，让假期直接变成6天。而且不用补班，甚至鼓励大家多去旅游消费，否则的话，大家都在国外的旅客不敢来，自己国内又惶惶不安的情况之下，经济消费很有限。不过南韩现在流行什么？到国外去哪里？周末去中国上海这个画面看到很多了所以川普上任倒数1月20号马上就要到了，韩企呢则是加速撤出中国，奔向美国吗？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这是鲜明的对比吗？那是不是事实是如此，也要看真正的数字因为媒体报道有时候可能各自选择。而日本呢也有意思了，叫做两面手法嘛，一方面先前跟拜登
小老弟啊，关系互相的严密到一个程度啊，在尹锡悦被捕之后，日本就第一次有外长会首尔登场了哦。那一批官员到了首尔去，还告诉大家，我确保我们现在韩国政局是稳定的哦，而且不会受外力的威胁，抗中的这个合作关系仍然是很深的哦。但日本也同时6年来第一次接待了谁呢？解放军对台的东部战区，我们常常看到最鹰派的谈话都是从这里来的，各种的演习都是如此。那接待他们的交流里面要做什么呢？他们日本政府表示，这是5年来第一次，也是为了促进相互的理解跟信任，还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重点是和平与稳定可以交流嘛？那我们自己现在是完全不交流的情况，而解放军代表团到访日这件事情，会不会美日关系会产生变化？尤其川普要上来了哦。斌哥，我们先来看看尹锡悦今天被捕，赖总统，小编民进党的党团没有发文你叫他发什么文？他们本来是期望尹锡悦的戒严能够成功啊，因为如果我跟你讲，真的我们台湾还真的好险，如果尹锡悦戒严成功了，赖清德就有为者亦若是啊，我也来试试看啊。幸好他失败。那赖清德，你好好观摩，搞不好这就是未来你的发展，这个很难讲。你如果一意孤行，持续这样搞乱台湾的政治的话，搞不好这就是未来的你。所以我希望赖总统深刻警惕自己啊。那尹锡悦这场闹剧搞了这么久，他就是像个乌龟一样，一直躲在官邸不出来，然后就不断的在法律上的攻防，然后大家彼此支持群众的对峙，搞得实在太难看。结果你现在说为了避免不光彩的流血，你一开始就直接堂堂正正的接受法律的挑战，不就没事了吗？就不会有这么一大堆闹剧啊。然后你说因为在野党在国内不让，在国会里头不让你行事废话，人家是多数党，你少数党啊，你为什么不遵从多数党的意见？这是很正常，这不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概念吗？你看都是这样，自己明明是少数，然后呢，就偏偏想要说我的意见才是意见，你们的意见都不是意见，你们这些跟我意见不同的人就是叛国，就是亲北韩势力，就跟台湾一模一样啊！大家民进党也是少数啊，就硬要干啊，所以才搞成今天这副德性嘛。你现在在写9000字长文又有什么用？老实讲，尹锡悦不得不佩服他，比老柯厉害一点，老柯才7500字，他9000字，对啊，现在是比谁文章长就赢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老柯这搞不好也是你的下场，他被逮捕了。你自己去想想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整出闹剧，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因为逮捕令只有48个小时。对，接下来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变数，所以这一场剧还没有完。但是尹锡悦被逮捕，我只能说证明了一件事：美国显然不支持尹锡悦。如果美国是支持，之前很多绿营的人都讲，你们看呐，美国实际上是支持尹锡悦。那时候布林肯去，还有人在讲说，那个布林肯就是对，就是带走，对啊，要把他带走啊，要救他啊。有发生吗？都没有嘛。美国会傻到去支持尹锡悦吗？他疯了吗？这搞不清楚状况。现在就是美国放弃尹锡悦了，所以尹锡悦也只好，他知道他自己再撑下去也没有意义啊，所以只好出来。那接下来就是法律攻防战。那尹锡悦自己本身是检察总长出身，所以我相信他也会出一些怪招的，一定会。所以这场戏还有得看，只是越拖就越难看，越拖韩国的经济越糟糕而已。真的，对啊，因为你看他的支持者当场落泪干嘛？这其实会酝酿一些情绪。如果在司法的攻防当中有一些，只要有一点点让他们的支持者觉得这是不公不义的时候，那情绪就会迅速扩大。到时候南韩可能又会起另外一波骚动，这个就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但是说真的啦，这也只能看南韩人自己的智慧去处理这个事情。那导致你看日本在尹锡悦被捕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首尔开会了，这是代表什么？其实我觉得他们事前都已经知道，差不多要结束了，差不多要结束了。大概美国布林肯去，其实已经有安排，大概各方都协商好。所以我现在怀疑因为这几天完全没看到金建熙的人，我在怀疑金建熙的安全是不是尹锡悦愿意出来跟南韩的国会的交换条件？果然是爱妻魔人，是不是这样？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尹锡悦，别的不讲，至少他是一个爱家的人，爱老婆的人，所以这是不是有可能发生？我真的不知道。那还要看进一步的状况。那只是说日本会因为这样子，就是迎来另外一个更亲日的南韩总统吗？我跟你讲，恐怕很难的，因为尹锡悦已经是史上最亲日的南韩总统，
那接下来我觉得韩日之间的关系大概只会变淡，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密。袁老师怎么看这个南韩最新的发展？哎呀，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觉得南韩情势发展呢，大家都拿它当成闹剧、当成笑话来看。其实台湾的情况是更严重。台湾的情况严重的话呢，有3个部分我在这边先强调一下。其实也讲起来，就是南韩现在的处境非常难过了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你要了解这个南韩的总统变成了这个他在国会里变成少数总统那这个台湾本身来讲的话呢，这个总统跟国会都是少数我们才是非常奇怪的一个选举制度只要相对多数就可以当总统所以实际上大家都知道，4成的选票的话根本就不是多数然后这个时候遭遇到压力更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赖清德在看尹锡悦的时候这个彬哥讲的没错他就希望他成功至少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很遗憾就这个结果。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韩国面对的这个敌人是势均力敌我们是的话呢，人口差50倍，土地差300倍这个压力更大，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用我多说。然后第3点的话呢，大家都很依靠美国但是美国人在韩国就有28000人对，我们这里的话呢，理论上是0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韩国本身来讲，为什么要保持这么危险呢？对于美国来讲，韩国的重要性在哪呢？因为韩国是一个冷战的象征这个冷战的象征的话呢，美国的话呢，坚决捍卫冷战。这大家要翻翻历史美国为什么要打这场冷战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比较多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相信的是社会主义没有人相信资本主义这几天的话呢，加州大火，你就会发觉资本主义是有问题的不是什么都是私人企业都可以运作的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个美国本身的话呢，无条件要维持韩国这种跟朝鲜在对抗的这种决心跟勇气但是尹锡悦非常特殊他非常特例，为什么呢？因为尹锡悦首先第一点，他自己是法律出身的，知法玩法。然后第二点的话呢，爱妻魔人他本身来讲的话呢，他出去干了1年多，不到2年的时间，带了金建熙出去100多趟开什么玩笑这真的有点好笑然后第3点的话呢，他完全对金建熙的这个缺点舆论视而不见，一直到火烧燎原就是说是这个他自己这个老婆这出现的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这个整个戒严一开始连我都在内都是认为说是尹锡悦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老婆才考出戒严的事情所以韩国人就气得不得了那个主持人觉得很好笑，但一开始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真的真的我们都这样认为都觉得说是为了那个时候我还听到某位很有名的比我还有名的名嘴说是这个什么因怒为红颜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嘛。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尹锡悦走到今天，说句良心话了，就是说支持尹锡悦人的理由我搞不清楚，反对的人的话是觉得很丢脸。韩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们真正的讨厌的就是说韩国很丢脸。为什么？因为韩国人非常要面子他这个话呢出现了非常丢脸，认为韩国人根本就没有那个智商来搞民主还开口闭口宣扬自己是民主。你要知道韩国为了民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对不对？能够有今天我觉得世界最惨的国家是韩国第二惨的就是就我们这里啦但是不管怎么讲的话呢，韩国本身从一个衰败的过程当中，从一片废墟中茁壮起来，能够有今天，然后尹锡悦开口闭口就是要戒严的话呢大家一开始现在了解。传言不断，歹戏拖棚。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比韩国拍的连续剧要精彩多了。以后要狗血根本不用拍，你知道，因为到现在都没有结束那个公调处的话呢，那个尹锡悦本身就知法玩法，他就强调说我是被这个弹劾没错，但是我还是总统就是基于这个缘故的话，第一次就劝退了要抓他的人第二次的话呢，他自己很大方的走出来，他强调有个重点他不是被逮捕，他是自己出席公调会的内容所以他自己本身觉得他自己还是蛮有地位的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被弹劾总统，但他还是总统要搞清楚，他就玩这种法律字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韩国的未来的发展可能还要乱一段时间。不过公调处不认他是自己走出来，意思我们冲进去把他逮捕的，没有让他自己自首的条件。当然跟我们一样，连韩国的媒体也在问，到底太太去哪里了？第一夫人。我特别要讲其实你不要看尹锡悦，他这个动作来讲，代表后续来讲。韩国还有的乱了，为什么？因为自己走出来跟被逮捕这2个在法律上面以后量刑来讲的话，是绝对有很大的差别。自己走出来代表他有一点类似那种自首，是不是可以减轻其刑？所以他其实他很懂得法律，他在这个关键节点上面他做这个动作。另外他讲说他是避免流血，所以他自愿出来的，他是要
唤起就支持他的民众对他的同情，然后紧接着他说他是违法。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说是录这段讲话来讲的话，你应该告诉全韩国的人民，对不对？告诉全韩国人民，我在这一任总统任内里面，我做了多少努力，做了多少事情，而不是在那边好像在那边继续煽动这些情绪。那尹锡悦被逮捕，我觉得是意料中的事情啊。我们那时候都一直认为说是，总统护卫队就警卫处的这些人会不会誓死保护他？我那时候我就知道说绝对是不会。为什么？这些警务处的人他也是拿公家薪水的嘛，那他不值得，就尹锡悦值不值得为他这个为了尹锡悦去卖命？说是到时候终身俸这个薪水全部都没有了，甚至于为此还被判刑，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本身也是公务人员。所以我觉得尹锡悦来讲的话，这次被逮捕是可想而知，而且可以预见的。但是关键是说后续来讲，我觉得往后的这一年一直到今年年底，可能韩国都会在一种动乱之中。那尹锡悦可以看得出来，从这次逮捕的过程，他是死不认错，硬杠到底。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又懂得法律，那会不会未来在这个宪法法庭上面，他怎么样去做一个狡辩，去怎么样做一个辩论？那就算是他被弹劾以后，又要再选总统，我觉得这已经出来都已经到年底了。那关键是说，韩国下一任会是有谁出来选，那就很一团混乱。李在明吗？李在明现在有官司在身，对不对？那其他人怎么出来？每个都有。未来的政策到底韩国是要亲美还是亲中，还是要怎么样？这很难预料。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我觉得中国政府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拉拢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韩国最强的就是它的它比较强的产业，除了晶片还有造船业。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事实上，中韩之间是兄弟友谊之邦。这个韩国那时候因为被拜登的这个四方晶片法案限制，它很多的这种晶片工厂不可以在大陆来继续扩产或生产。那是不是利用这机会来讲的话，中国对它施以很多的好处，给它很多的优惠，然后将这个产业移植到中国？因为这时候来讲，韩国群龙无首，我想说企业界来讲也不晓得该怎么办。那最后我讲一下有关于这个日本邀请解放军东部战区去参访，我觉得对美国驻日美军是很沉重的一个打脸的一个动作。因为以往来讲的话，你要知道日本的这种是美军在保护日本的，就日本现在居然邀请这个解放军去参访，那是不是重重打脸美军？那对美军的驻印司令来讲的话，情何以堪？但是这也代表了石破茂上任之后，他的政策来讲的话，他不见得就一定亲临美国。尤其是我觉得在川普即将上任的时候，那石破茂做出这种动作，有一点像川普示威，就是说你不要认为我都是当你小弟，我什么时候听你的？我是一个国家，我希望走向这个正常化国家，我也有自主权。尤其是在军队方面来讲的话，我不见得100%都要听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石破茂做这个动作，邀请东部解放军去参访，在这个中日两国关系上面，尤其是军事上面，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里程碑。